6月1号，基于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模型5到 2.0 诞生的中国首个原创虚拟学生华智斌公开亮相。3天后的6月4号，国际媒体惊奇地发现，中国人工智能模型5到 2.0 居然比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强了10倍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美国企业代表了人类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的最高标杆。2016年，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 AlphaGo 战胜全球顶尖围棋棋手，让人惊叹于美国的技术之先进。在1996年，美国人工智能在国际象棋战胜人类顶尖棋手之后，围棋被认为是人类对抗人工智能能够坚守的最为复杂的棋类项目。但是美国企业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多先进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在5年后就能赶上来。然而中国人这一次用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确赶上来了。中国人工智能模型5到 2.0 使用 1.75 万亿个参数进行训练，而美国同类最先进的模型 OpenAI 公司的 GPT-3 只使用了1750亿个参数，5到 2.0 比 GPT-3 整整强了10倍。必须指出的是，美国另外一家领先的科技企业谷歌在2021年早些时候宣布，他们创立了 GST 人工智能训练模型，可以使用 1.6 亿个参数进行训练。不过 GST 依旧没有中国模型先进，且5到 2.0 已经投入应用。美国目前投入应用的是 GPT-3， 谷歌的 GST 今年创立，尚未投入应用，也就是说最先进的依旧比中国落后。中国为何在该领域能够领先？有分析指出，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数据组，这是美国无法比拟的优势。不过，这种说法难以成立。美国有3亿多人口，且美国的数字霸权控制了包括欧洲等世界大多数的国家。同时，美国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比中国早很多，美国理所应当积累了更多的数据。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？实际上很难分析得出准确的结论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中国在近10年在科研方面投入了很多的资源。按照国际组织统计的数据，中国在研发领域投入的资金已经同美国差不多。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那就是即使在美国各种实验室，参与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亚裔，其中包括中国裔人和印度裔人。这一点或许不能说明亚裔更加聪明，但是能够说明人口基数大，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而尖端科技最重要的就是顶尖人才，中国的教育不仅为美国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，同时还足以满足国内的科研需求，这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。美军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。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中的应用最典型的案例是无人机集群技术，在这个领域，中美曾互相争奇斗艳。有意思的是，2018年之后，相关消息就销声匿迹了。查阅资料，最早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2016年，中国顶尖的军工企业中电科实现67架无人机集群试验，力压美军此前公开的50架集群试验。2017年1月，美军公开了他们觉醒104架无人机的集群实验的结果。同年5月，中电科公布了119架无人机集群实验的结果。2018年，中电科公开了200架固定翼无人机的集群试验结果。此后，关于中美两军在该领域的实验消息销声匿迹。至少从截止2018年以来公开的消息显示，美军在该领域的竞争中败下阵来。不过，据公开的消息，中国在民用领域已经实现3000架以上的无人机集群控制。这项技术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进行了灯光秀表演。民用技术同军用技术差别很大，但是据此也可以看得出，中国在该领域的确有不俗表现。人工智能整体技术上，美国依旧领先。当然，虽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个别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美国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时间比中国长，深度比中国深。整体上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基础领域的研究以及硬件研究上，中国还落后美国很大一段距离。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儿，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竞争齐头并进，比一个国家在科技边际孤独的摸索前行总归要好得多。